发生在我国的未解之谜可以说有很多，多的数不胜数。那今天就给大家来讲讲发生在80年代的5个未解之谜。这5个未解之谜每一个都很神秘，虽说关于他们解释有很多，但却是都不能服众。这第一，罗布泊失踪之谜，这个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一个谜团。1980年5月3日，彭加木带领9名科考队员对罗布泊进行考察，他们驾驶3辆吉普车从罗布泊北岸出发，在6月5日这一天成功抵达了罗布泊南岸米兰农场，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穿越罗布泊。在这里简单的休息了5天以后，彭加木和他科考队再次出发，这次他们的方向是向东。在6月16号，科考队抵达了罗布泊东岸的库木库杜克。此时考察队的物资明显已经有些匮乏，汽油已经所剩无几，水也只剩10几公斤，而且由于装水的铁桶在高温下生锈，水的质地就像酱油一样，根本没办法饮用。无奈众人只能发送求救电报。在当天晚上10点的时候，他们用电台发出了一封代号为长江的求助电报，电报的内容是彭加木亲自起草的。我们今天20点到达库木库多克地区以西大约10公里的地方，我们缺油和水，请紧急支援油和水各500公斤，在18日运送到这里，请转告乌鲁木齐令捕获1头野骆驼。第二天早上9点，科考队收到了驻军回复的电报，同意送物资就地待命。但这时彭加木却心疼了，因为直升机送水成本太贵，于是就想着自己去找水，可2次寻找都未果。第3次他想去更远的地方，但却遭遇到了其他队员的反对，因为他们的汽油已所剩不多，一辆车外出太过危险了，保险起见，等待救援才是最好的选择。不欢而散后，彭加木留下一张字条就消失不见了。字条是这样写的：我往东去找水井，彭6月17日10点30。然而这张字条也成为了彭加木最终留言。在7月7日，为了寻找彭加木，除了飞机、汽车，国家还从上海、南京等地调来一些警犬参与搜寻，可连续搜索了40多天，仍然一无所获。彭加木就这样失踪了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2. 昆仑山的地狱之门，这件事发生在1983年。在83年的时候，一牧场的马因为贪吃谷内的青草而无意间闯进了昆仑山死亡谷，在发现马匹丢失后，一位牧民不顾危险闯入谷地寻马，但是让人想不到的是，几天后寻马的牧民没有出现，马却出现了。后来地矿局的去探测时，在一座小山上发现了牧民的尸体，他衣服破碎，光着双脚，怒目圆睁，嘴巴张大，猎枪还握在手中，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。可让人不解的是，他的身上没有发现任何伤痕或被袭击的痕迹，没有人知道他到底经历了什么。而这还不算完，在同年7月份的时候，有一队科考队正在附近考察，某一天死亡谷附近却突然下起了一场暴风雪，一声雷吼伴随着暴风雪突如其来，炊事员当场晕倒过去。在现场同志的紧急抢救下，炊事员这才慢慢的醒过来。根据炊事员自己的回忆，他当时一听到身后响起了巨大雷响，顿时感觉全身麻木，两眼发黑，接着就丧失了意识。第二天队员们出外工作时，惊诧地发现原来的黄土已变成黑土，如同灰烬，动植物已全部被击毙，到处都倒地死牛和其他动物的骨骸，整个山谷充满了一种死亡的气息。也因为这2件事，死亡谷的威名算是彻底传开了，各种各样的猜测五花八门。而为了弄清楚这件事，科考队还深入过谷内调查。据他们猜测，死亡谷的磁异常极为明显，而且分布范围很广，越深入谷地，磁异常值越高。地质学家根据磁异常的现象，推测在电磁效应作用下，云层中的电荷和谷地的磁场相互作用，产生电荷放电，使得这里成为了多雷区，而雷往往以奔跑的动物作为袭击的对象。当然，这也是一种推测。还有科学家说，死亡谷地下有一条暗河，如果有人踏上沼泽，就会被吸入地下，没有生还的余地。至于大家相不相信，这个就要看个人的判断了。3. 南海人鱼事件，这说起美人鱼，自古以来关于它的传说就不少，在我国多本古籍中均有美人鱼的描述，比如晋庄华博物志的第9卷就曾写道：南海外有鲛人，水居如鱼，不费之计。这大概的意思就是在说，一位美人身居大海，还特别勤劳，不停地在织布，她的眼睛滚出的泪水会变成珍珠。此外，太平广记中也有记载，海人鱼东海有之，大者长5、6尺，状如人，眉目、口鼻、手爪、头皆为美丽女子，无不具足。而诸如此类的记载还有很多，就不给大家多说了。但到了近代，我们都能发现人鱼的案例几乎没有，只在1980年有过这样一个流传，那就是1980年在南海有一个渔民捕捞到了人鱼尸体，然后带回了渔村，后来被不明身份的人没收，并给他们柴油作为补偿。就这么一句话，真假没有人知道。4. 8具4米人类遗骸，这件事发生在1982年，内蒙古考古出土了8具史前人类遗骸，身长均超过
过4米，体型魁梧，后被秘密运往了沈阳。这个真假无人可知，因为在网上流传的只有这一句话，没有说明和解释。5. 神秘消失的山村。山村消失事件又被人们称为夜狸猫事件。那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在1987年，在陕西秦岭的一个村庄离奇的消失了，村庄里面的人也在一夜之间全都不见了，甚至连村里的猫猫狗狗也全都消失不见，不留任何痕迹，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。虽说网上有很多说法，但那也仅仅只是猜测，没有人可以证实那些说法的真假。而类似的失踪案件其实在全国各地还有不少，比如1930年北极村集体消失，1939年热带部落神秘消失，道国年间村庄神秘失踪等等。这些神秘消失的村庄直到至今也没人能解释得清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这一视频就先到这里了，大家喜欢类似的视频可以关注一下作者，那我们下一期再见。